为什么俄罗斯对乌克兰一直虎视眈眈？普京心中的俄乌边境到底在哪儿？欧洲为何要不留余力地支持乌克兰？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这些话题。从历史上来看呢，克里米亚地区在1783年就纳入了沙俄的版图，并在之后维持了上百年的统治。如果没有意外，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该地区也会顺理成章地纳入俄罗斯联邦的版图。但在1954年，赫鲁晓夫将这一地区划给了乌克兰，这就导致问题的复杂化了。在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地区依旧是乌克兰的一部分，但是在1992年，克里米亚地区宣布从乌克兰独立。在俄罗斯出面调停下，乌克兰政府承认了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境内的一个自治共和国。虽然拥有自治权，但克里米亚依旧是乌克兰的领土。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克里米亚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里是苏联黑海舰队的重要的基地。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是接手了黑海舰队，并向克里米亚共和国租借塞瓦斯托波尔军港作为黑海舰队的基地。但在2013年，乌克兰境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违背了和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承诺，并转向了俄罗斯，这导致了乌克兰民众的强烈不满，并爆发了剧烈的抗议。亚努科维奇不堪抗议活动的压力，选择逃亡俄罗斯。总统的不辞而别让乌克兰政坛陷入一片混乱。同时，俄罗斯指出，在乌克兰爆发的抗议活动是一场政变。2014年2月20号，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进入克里米亚，他们呢被称为小绿人。后来普京证实，这些小绿人其实就是俄罗斯国防军，在控制了克里米亚关键要地后，组织了所谓的全民公投，并且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将克里米亚并入了俄罗斯的领土。联合国大会以100票赞成、11票反对和58票弃权通过决议，认定克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投违反国际法，是一次不合法的投票活动。自此之后，俄罗斯开始了长达10年逐步侵蚀乌克兰的过程。在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呢扶植了大量亲俄的武装势力，希望能够从内部撕裂乌克兰，再像克里米亚那样一块块吃掉。在面对这个庞然巨物的进攻，经济孱弱、政局动荡的乌克兰根本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于是，新任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走出了一步险棋，那就是加入北约。而乌克兰加入北约触及了俄罗斯的底线，俄罗斯不能容忍北约在自己的家门口部署作战单位，尤其是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北约已经进行了4次东扩。同时，乌克兰加入北约也给了俄罗斯出兵的借口，让他有机会将更多的土地纳入囊中。然而，普京真正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土地吗？不久之前，美国记者卡尔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采访。这次采访涵盖的内容非常之多，其中就包括了俄罗斯当前的战略意图。当卡尔森问及普京为什么当初没有加入北约时，普京给出了很多原因，比如美国领导层逼迫所有北约成员国都顺从的投票，美国支持俄罗斯北高加索的分裂主义，以及在欧洲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这些事情让普京认为自己和俄罗斯不会在北约和欧洲受到欢迎，这也让他彻底断绝了和西方和解的梦想。在采访中，普京表明了他想要将俄乌战争进行到何种地步。过去网上有不少声音认为俄罗斯的目的只是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或者是与乌克兰在第聂伯河两岸分而治之。而这次采访中呢，普京明确了自己的目标是整个乌克兰。在采访一开始呢，普京叙述了一大段历史，其核心思想上，如今的乌克兰在1654年之前，一大半都是属于波兰的领土。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些第聂伯河以东原本属于波兰的领土被纳入了苏联的国土，又被斯大林送给了乌克兰。言下之意啊，就是乌克兰从苏联那里获得了如今的土地，又和苏联继承人俄罗斯反目成仇，所以今天他有权利收回这些土地。
在整个采访的前半个小时，普京通过论述历史否定了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性，而将它视作为俄罗斯帝国或者是苏联的一部分。大兵这里暂且不讨论普京的说法正确与否，但我们可以看出，普京在心中所图的根本不是单单的几个州，而是整个乌克兰。有的观众可能会反驳，认为如果普京吞并了整个乌克兰，俄罗斯就会失去缓冲区，和北约直接正面相对。普京没有这个胆子。然而，如果北约选择与俄罗斯对峙，那么首先就要将部队部署在波罗的海3国，即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毕竟这3国是北约的加盟国。如果俄罗斯选择西进，这3个国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俄军进攻。然而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北约选择将大军部署在波罗的海3国，那么局势将对北约非常不利。主要原因就在加里宁格勒。3国北面临海，南面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交好，而后方因为加里宁格勒的堵截，使其与欧洲相连的通道仅仅是一条63公里的走廊。同时，加里宁格勒作为波罗的海舰队的总部，俄罗斯在欧洲腹地的飞地，经过苏联和俄罗斯几十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了一座高度军事化的堡垒城市，也是俄罗斯战略核武器的发射基地。就算北约全力进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啃下来。这样一来，部署在波罗的海3国的北约大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状态，无论是进攻还是撤退，都会有一种如鲠在喉的感觉。刚才大兵就已经说了，普京认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既然不能和解，那么为战争做准备也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他才会选择入侵乌克兰，来增大东欧诸国，尤其是波罗的海3国的压力，强迫北约把兵力部署在对俄罗斯有利的区域，这是彻彻底底的阳谋。有的观众呢可能会好奇，北约也可以选择不上当呀，放弃波罗的海3国，改为从乌克兰方向进攻，那么俄罗斯又该如何应对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依旧能够从普京的采访中找到。在普京论述历史时，还提到了如今乌克兰的领土，除了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拿的，还有一部分是第2次世界大战获胜时苏联从德国手里获取的原东欧国家的领土，包括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当卡尔森问到普京匈牙利是否有权收回这些土地，或者说乌克兰边界能否回到1964年的状态，普京给出了如下的回答。I'm not sure whether they should go back to the 1654 borders. But given Stalin's time, so-called Stalin's regime, which as many claim saw numer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and violations of the rights of other states,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конечно, вполне можно, если не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имеют на это право. One may say that they could claim back those lands of theirs while having no right to do that. It is at least understandable. Have you told Viktor Orban that he can have part of Ukraine? Никогда не говорил. Never. I have never told him, not a single time. У нас с ним даже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разговоров. Но мне достоверно... We have not even had any conversation on that, but I actually know for sure that Hungarians who live there Они, конечно, хотят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свою историю. wanted to get back to their historical land.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既北约成员国，也是欧盟的成员国。在这次采访中，普京明确地表示自己对2国收回在乌克兰的领土表示理解。这又是一场阳谋，赤裸裸地用土地利益诱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与俄罗斯一同瓜分乌克兰。长期以来，欧洲一直利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儿，在道义上对俄罗斯进行批判。如果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2个欧盟成员国真的瓜分了乌克兰，那么欧洲再也不能站在道义上对俄罗斯指指点点了。很不幸，俄罗斯的设想正在逐渐变成现实。去年12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欧盟内否决了一项价值500亿美元对乌援助计划。他对此解释呢，是乌克兰无法赢得战争，因此应该说服其盟国寻求立即停火，然后进行谈判。然而，如果俄罗斯完全吞并乌克兰，匈牙利就会直接和俄罗斯接壤，成为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难道匈牙利就不会重蹈乌克兰的覆辙吗？而匈牙利右翼政党我们的家园党领导人托罗茨凯则说得更加直白，
他在公开场合声称，如果乌克兰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匈牙利将收回外喀尔巴阡山脉地区。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右翼政党罗马尼亚联盟领导人塔尔齐乌也在去年12月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而在波兰，由农民组织的反对波兰政府继续支持乌克兰抗议正在此起彼伏的上演，整个东欧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开始显得有些摇摆不定起来。如果这些国家与俄罗斯一同瓜分了乌克兰，那么势必会与北约分裂。此时，俄罗斯再与北约对峙，就无需担心北约从南部进攻。偌大的北约被死死地限制在了波罗的海走廊。从叶利钦时代一直到现在，普京依旧独掌俄罗斯大权20多年。我们不评价这个人的好坏，单仅从政治能力上说，普京足以比肩俄罗斯历史上的所有沙皇了。仅仅利用一些尚不属于自己的乌克兰领土，就让东欧诸国和欧盟产生了间隙。对于长期主导欧洲局势的英法德来说，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弥合东欧与西欧的裂痕，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不留余力地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只有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出相应的态势，才能打消这些东欧国家同俄罗斯一起瓜分乌克兰的幻想。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仅以此视频纪念俄乌战争10周年。